这半年多，老爷都住在二姨太的院里，饮食洗漱都是由二姨太亲自照料。二姨太怀孕期间有什么异常？我从她怀孕起一直贴身伺候，啥事没有。科长，四处都找过了，没有发现什么有用的线索，就是这罐子里边有一只蟾蜍。这抽屉里是不是有夹层啊？看起来比其他的浅。处方记录簿，这应该都是顾西山看过的病人。账本。 药厂的财务资料，建厂时间是前年，顾西山出事那年。吴世川，我好像听我爹说过，我姐夫确实跟人联合办厂。占股比例最大的是圣安东医院的吴桐院长，他不是顾西山案里的证人吗？ 青苗楼这些很有可能是他们陷害顾西山的证据，说不定这药厂跟血吸虫有关。圣安东医院的传单，药物实验。既然山不来救我们，我们便去救山。安静，安静，都站好了。 听我说啊，这瓶药当场喝光，观察1个小时之后可以离开，1个月后再来。你干什么呢？ 慢点儿，慢点儿，着什么急呀？我都说了别着急，那真出事也是他欺负别人，自幼习武。袁科长，赵公子，你们来的比我想的要慢一些啊。既然在等我们，那你就该清楚我们的来意。你们厅长没有教过你们，要想抓人，得有证据。圣安东医院药物实验第1批，你给患者服用的是含有血吸虫卵的葡萄糖水。 签了免责协议，拿了钱，就不论生死了。草菅人命，能算哪门子医生啊？医学的进步，总要有些牺牲者，用生命为人类的进步做贡献，他们应该感到荣幸。仅在我国长江流域，每年有大量人感染血吸虫病，这种病死亡率高达90%，多少人因此嫁祸人命。只要我的实验成功， 他就不是绝症，这病本身就可以治，但你们不是把能治的人害死了吗？顾西山只是侥幸，他根本不知道寄生虫。我还没说那个人的名字是谁。你们害死顾西山，再成立这个药厂，研发血吸虫的特效药。 不就是为了有一天这个病肆虐时大发国难财吗？真是一门绝妙的好生意啊！你们以为这是我一个人的生意？你们尽管去告，我倒要看看，最后动得了谁。听这意思是上头有人，手眼通天，
那我倒想请教一下，吴世川的夫人赵部长的千金，这分量，够不够让你背后那座靠山把你当弃子扔出来？你个小王八蛋！行吧，行吧，行，是。哎呦，哎呀，你受累了啊！这都民国了，你怎么还留着辫子呢？哎，这皇上啊，这不是还在宫里住着吗？还皇上呢？这都民国多少年了？哎呦，好好的得谁生了呀？这是哪个孩子的？败家孩子，谁的？谁的？好像是个小孩。还愣着干啥呀？赶快救人呐！哎！风火轮，这是哪吒的风火轮啊！来，科长，正阳门、阜成门、东直门连死仨人，死是烧死的。你慢点，小心点，这有尸体，还有尸油。现场有目击证人吗？啊，有。哎，你过来，这是我们袁科长，看见嘛了，说清楚点。天上飞着2个风火轮，风火轮？哎，还有哪吒三太子。就这些东西，别的没有了。老实点儿！你知不知道，损坏警察厅公物，按律可判处3个月以上有期徒刑。让你动了吗？没让你动，别动。科长，大侄子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哎，七叔，不是，您到这儿来是？家里也丢孩子了？什么呀？老郑，电车厂的厂长，这论辈分是管我娘叫奶奶，管我叫叔。袁弘，袁科长。哦，袁科长。你砸的车呀？你砸人车干嘛呀？我孙子丢了那么久，一点消息都没有。搁在你们身上，你们不急啊？不是不着急，昨晚在北海公园一共丢了11个孩子。11个？哎，那你们怎么不管呢？没说不管啊，这不正讲巴比哪吒城呢吗？这不正分析北京地理布局呢吗？让你这茬子事给整来了。行了，一有消息告诉你，你让我们再追查追查啊。你追查啊？哎，他当警察了，偶尔给袁科长当顾问。当顾问？咱别开玩笑啊！这能换个人吗？我们家3代单传，别到我孙子这儿再断了。这请这么个大爷来当顾问，瞧不起你去你瞧不起我，你自个儿查去。人命关天啊，咱不敢开玩笑啊。你放心，只要孩子活着，我们肯定能找回来。啊？孩子还能死了吗？这要死了，你们警察厅，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你别激动，别激动，没说不管，人手不够，钱来凑。到时候悬赏1万大洋，全北京城帮找孩子。
陈开，哎，带他把车的事先处理一下。是。起来吧。哦。这东西回头得给我啊。给你，能给你咪喽啊？49城风水遭严重破坏，中元节烹饪谁吃过？去年电线厂为了缩短接线路径，年初铁路局为了减少轨道绕弯，最近这个电车厂又为了在市里铺设行车轨道，都曾经做过同一件事：施工、拆牌楼。电线厂拆过西边那2个门的牌楼，铁路局拆过南边的，电车厂是不是想拆东边那几座？出了事儿，犯罪现场被控制，这项目自然就停工了。没错，借此机会制造舆论，让老百姓觉得拆牌楼就会影响京城的风水，就会给京城带来灾难，这项目就会被压下来重新评估，再批下来可就难上加难了。作案动机找着了，接下来找犯人了。燕京大学，杨世成。各位同学，这场阻断资本家破坏文物的斗争，我们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，拆除牌楼的项目已经停工。今天他们拆牌楼，明天就能拆皇宫。他们拆的不只是牌楼，他们拆的是我中华5000年的灿烂文明。各位同学，这种事情我们能允许他们发生吗？不能！我们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些肮脏的资本家们胡作非为吗？不能！哎，我说2句啊。杨同学，你觉得三花胡同那个牌楼怎么样？底座雕工精湛，书法磅礴厚重，是难得的古建精品。那牌楼是有年头了，顺治年间立的，豫亲王多铎屠杀汉民，因此得爵立牌，这对满清贵胄来说是军功，是荣誉。但是，这对80万无辜汉民来说是血仇，是伤疤。所以这历史都有2面性，关键看你什么立场。啊？各位同学，他在偷换概念。赵公子靠着这颠倒黑白的本事，想必在琉璃厂抢了不少好东西吧？什么意思啊？各位可知，但凡是赵公子看上什么物件，都先散布是赃物，是赝品，待到价格暴跌再入手。张掌柜的快雪时轻铁踏本，李老板的宣德炉，都是这么落到他手里的。我那是不让他们卖给洋人。好个冠冕堂皇的说辞！那些被你劫下的物件，不都成了你屋里的摆设？打着爱国的旗号，行强取豪夺之实。他这样的人也配谈正义？就是啊！你们也是这么想我的？对啊，不然呢？不然呢？你这样的家世横行霸道，真当我们大家心里没杆秤？我们读书人最不耻的，就是你这种披着文化外衣的强盗！好的，别拍！你们是什么人？凭什么拿我们相机？我不光拿你相机，我还拿你。你是谁？凭什么靠我？京师警察厅第4科科长袁弘。昨晚6点到10点你在哪儿啊？凭什么告诉你？凭这个。昨天下午有人看到你进了东四头条道观，你空手进去，出来的时候却拿着符纸、丹砂、火油、打火石。怎么，要炼丹啊？杨得志，带走。走。集会到此结束，都散。
学生那去道观干什么？求福。犯法吗？为什么求福啊？那是我的自由啊。刀子能杀人，你能证明我买刀就是杀人凶手啊？你脑子呢？可啊，这我可演不了了啊！你再嘴硬，我可动手了。有本事你就打死我！我杨世成，一介书生，身无长物，只剩风骨。人生自古谁无死？留取丹心照汗青。如果我的死能唤醒民众，能让这个国家的法治得到一丝改善，那我死而无憾。你个嫌疑犯，你还有脸面试？我还说不信了。大人啊！警察大人啊！我要告你们！我要告你们暴力执法！警察大人啊！警察大人啊！警察大人啊！警察！喊完了。不是进步学生吗？风骨呢？大义凛然，慷慨就义啊！头儿，有心谢奏。去吧，发现什么了？这个是在杨世成宿舍拿出来的。啊，这个是公开发售的报纸。看出来区别了吗？纸质不一样。对，杨世成宿舍里边这个宣纸，是公开发售之前的样刊。所以呢？所以，晨报是凌晨4点印刷，案子是发生在昨天晚上10点。负责出刊的九月社如果想第一时间做出头版头条，必须得在6个小时之内连夜赶稿。能拿到样刊的，除了出版社，就是九月社的成员。杨世成不是九月社的成员，所以只有一种可能。昨天晚上他跟九月社的人在一起。对。